殷商伐夏以来的第9任君主。在他的带领下，殷商政权进入了一个盛世，王朝的影响力在各个方向上都大幅度扩张。然而，王朝的继承法在这一时期前后被破坏，导致王朝在后来的9世之乱中逐步衰落。史书记载中，太武是雍己的弟弟，小甲、雍己、太武3任君王是按照顺序的兄终弟及。而根据殷墟甲骨卜辞研究出来的商王周记表显示，3任商王的顺序是小甲、太武、雍己。因此有观点认为，周记序列的顺序为真正的商王即位顺序，太武在雍己之前即位。但也有观点认为，周记序列中的顺序仅仅代表长幼之序，太武是雍己的哥哥，小甲的弟弟。而且周记序列是后世子孙人为设置的，后世子孙祭祀祖先可能会把直系祖先放到旁系之前，所以周记序列不见得一定要与继位顺序相同，不能根据周记序列死板的去修改商王继位顺序。太武继位应该还是在雍己之后，和史记记载相统一。关于殷商王位的继承制度，有人说是父死子继，有人说是兄终弟及。其中兄终弟及有一种说法认为，殷商时期有嫡庶制度，但没有嫡长子继承制度。每任商王有一个嫡妻，若干个庶妻，庶妻所生的庶子没有继承权，嫡妻所生的嫡子全部都有继承权。商王死后，嫡长子继位，嫡长子死后，其他嫡子依次继位。所有嫡子都去世了，则由嫡长孙继位。如果商王只有一个嫡子，那么嫡子死后可以直接传位于嫡长孙。这种规则符合殷商早期的王位传承情况。兄终弟及制度有一定的好处，一方面可以保证即位的商王足够成熟，有能力应对国家治理的各种情况；另一方面，所有嫡子都有继承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嫡子之间因争夺继承权而内斗。然而，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也有坏处。即位的商王确实足够成熟，但是也有可能过于成熟，继位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去世，反倒会导致王朝政治不稳定，比如外丙和中人。像太丁这种，更是还没有等到继位就去世了。另外，商王嫡长子的儿子们有继承权，而商王其他嫡子的儿子们就没有继承权。那么，嫡长子的弟弟们就有了充分的动力去破坏继承规则，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是大侄子。例如太庚，按照上述继承规则，太庚死后应该由沃丁之子继位，但实际上继承王位的是太康之子小甲，似乎不合规矩。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沃丁没有嫡子，小甲死后应该由太武继位，但太武的弟弟雍己跳出来插队，好像也不太合规矩。雍己死后，作为雍己的哥哥太武即位，这种候补票的行为和不合规矩也说不清。总之，殷商王朝的王位继承制度到这一时期已经乱套了。对于太武来说，前任的弟弟雍己在位时期，王朝正式衰败，需要想办法改变这种状态。而自己的王位来的合不合规矩也说不定，难免要遭人议论。但值得焦虑的是，恐怕还不止这些。史书记载，太武时期，亳都的王宫中有一天长出来了一棵小桑树苗和谷子，一个晚上的功夫就违反常理的长高了一大截。太武很害怕，这个记载很奇怪，神话气息很浓重，但不知道是否可以结合一个现代的考古发现来解释，即荥阳薛村古地震。现代人在进行南水北调的工程时，发现了这一处古地震遗迹。地震发生的年代大致在二里岗文化上层与下层之间，推测地震震级在 6.8-7.1 级之间。遗址中发现了2条近东西向的地堑，地堑残留部分宽度在20米以上，长度在500米以上，塌陷幅度在2到3米之间。地下两侧地裂缝的宽度在 0.2 米到 0.4 米之间，部分地裂缝的宽度超过1米，深度最深达到4到5米。一个边长为2米的古代水井就在一条地裂缝之上，南北两侧平推距离超过10厘米。在一座南北向的墓葬中，墓主尸骨的上半身与下半身在地震中被分开，位于裂缝北侧的下半身与位于裂缝中的上半身垂直的高度差约为 1.5 米。而在这条将古墓撕裂的地裂缝中，还有一具完整的动物尸骨。目前不清楚是地震时步入地缝中的家畜，
还是地震之后人们在祭祀仪式上扔进地裂缝中的祭品。地震对当时的人类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人们后来还是回到了这里，重建家园，继续在故土之上居住生活，留下来的生活遗迹就覆盖在地震遗迹之上。而在史书记载当中的那次灵异事件当中，太戊任命的卿士伊稚对太戊说：“我听说这种说不清楚缘故的妖邪事件要发生了的话，便不会对有德性的人造成什么危害。你老人家与其大费周章地为这事主持祭祀活动，倒不如好好的修养德性，把政治治理好，把该做的事做好。”于是太戊不再准备用祭祀来应对灾难。无论这次灾难到底是怪力乱神，还是在当时解释不清楚的自然现象，太戊开始把心思用在国家治理的事务上来。也许伊稚的这段话是后世周人添油加醋加上去的记载，但是太戊后来确实是在国家治理上做出了成绩。太戊时期任用的主要卿士有伊稚、陈护、巫咸等，这些人除了处理王朝事务以外，最重要的职责似乎就是主持巫术与祭祀活动，尤其是巫咸。当然，祭祀先王、祭祀神灵，这在整个殷商王朝的历史当中都是比较重要的事物。商王自己也经常处理这些事，伊稚等人的工作做得很不错，都很有成效。在他们的辅佐之下，殷商王朝的发展状态非常良好。太戊因此对伊稚等人表现得非常尊敬。史记说，太戊在祖庙祭祀的时候，对伊稚大加赞赏，说起话来不把伊稚当成比自己地位低的臣子。不过伊稚责备太戊，认为君臣之间的规矩还是要有的。伊稚是否真的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如今的我们并不能确定，但能确定的一点是，殷商王朝能够得到发展，合理且行之有效的王朝制度肯定是发挥了大作用的。比如内外服制度，内服及王朝核心地区也叫王畿，这里分布着一些与王室关系比较近的贵族，这些贵族各有各的封地，以封地为基础建立各自的家族。这些殷商贵族的家族族长被称作子，也叫多子。有的子作为商王的亲事，组织王朝中央日常工作；有的子就是商王的嫡子与庶子们。外服及王畿之外的边疆地区，东方为侯服，西方为甸服，这里分布着殷商的多侯们。侯的本意是为王斥候，这些贵族有封地，并且要承担军事职能，跟随商王或接受商王的指挥进行对外战争。侯以下还有一些低级的贵族，被称为男，他们作为多侯下属的仆从军长官，和他们部下一起，经常在战争和徭役当中被当作炮灰使用。这些男中经常有人不堪驱使，冒着被抓捕惩罚的风险逃亡。而殷商以外的族群，邦国军长一般被称作伯或者多伯，他们有些是商王和多侯们征讨的对象，有些臣服于商王，协助商王与多侯们征讨其他多伯。另外比较特别的一点在于，殷商时期似乎并不像西周以后那样对男女两性在社会职能分配上做出区别与规范，所以除了多子与多伯以外，殷商的朝堂之上还有妇女群体。妇女们除了与其他的贵族一样管理自身的封地之上的事务以外，还经常参与到王朝中央的治理当中，管理农业，主持祭祀，主持朝贡。也有很多妇女参与到战争当中，和多侯一样为商王领兵作战。这种贵族妇女广泛参与政治与军事的现象，很可能在整个殷商历史时期都有所体现。内外服制度非常有利于殷商政权对外的军事扩张，而殷商在太戊时期前后对外扩张幅度最大的方向似乎就是南方。为了掌控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铜矿资源，殷商势力一路由南阳盆地南下进入汉水流域，然后沿着汉江与大别山之间的平原地带继续南下，最远到达如今湖南岳阳、江西九江一带，以黄陂盘龙城为代表，以江汉平原为基础，形成了早商二里岗文化盘龙城类型。东南方向另一路殷商势力渡过淮河，最远到达如今的江苏盐城、安徽明光、铜陵、安庆一带，以含山大成墩地区为代表，以江淮平原为基础，形成早商二里岗文化大成墩类型，并且对宁镇地区的胡熟文化产生一定影响。可能是为了对抗西北方向的敌对势力，殷商向西和向北扩张，形成对西北方向的前行包围。在晋南河东地区，殷商势力向北跨过峨眉岭，进入曲沃、翼城地区，
并沿着涑水和汾水两条河流向西边的黄河方向进行扩张。在关中平原之上，殷商势力在之前就已经扩张到西安一带，自此由向西扩展至周原一带，向南到达陕西商洛地区，进而影响了汉中地区的地方文化。而汉中地区还受西南成都平原上三星堆文化的影响，成为了商蜀文化互相联系交流的中间节点。除了三星堆以外，还有西戎族群也与殷商产生了联系。竹书纪年说，太武时期，西戎前往国都朝见，商王太武派王孟前往西戎，聘娶西戎女子。山海经说，太武派王孟到西方采药，见到了西王母。在北方，殷商从河内地区出发，向北翻越太行山，进入了上党高地南部地区，向东北方向沿着太行山与黄河之间的南北向地理走廊，直抵易水河畔，对跨越殷商南北的夏家店文化产生影响，并再向西北翻越太行山，到达晋北胡流河和拒马河一带。伴随着殷商在西北两方向的扩张，夏人移民以及受到夏人文化影响的西北族群当中，有一部分群体开始向黄河中上游地区发展，影响了河套地区的朱开沟文化，并让向西与甘青地区的人群产生交流。有观点认为，夏人的一支向西北方向迁移，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汉代人认知当中的匈奴人和大夏人。明条之战以前，出身东夷的费伯昌，据说是因为看见了2个太阳而跑去投奔了成汤。费伯昌的家族的创世神话和殷商的极其相像，多数女性祖先因吞下玄鸟蛋而产子的玄鸟神话。到了太武时期，费伯昌的家族里出了一个叫钟偃的人，史记说他长了个鸟的身体，能说人话，8成又是参考了什么来自东夷的宗教故事。太武任用钟偃为车政，并与之联姻。此后直到殷商灭亡，钟偃的族群一直都在王朝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似乎是殷商政权在东夷地区泰山以南的重要盟友。钟偃的族群大概是在战车的制造和战车的训练上有很高的造诣。在钟偃担任了殷商的车政以后不久，殷商的军队拥有了一种跑得很快的战车，被称为殷车。太武时期，殷商还在泰山以北修建了蒲姑城，作为王朝对这一地区进行统治的中心军事基地。太武时期的这些政策对于殷商政权来说是有效统治东夷地区所必须的，但对于东夷主权来说，这些到底是不是好政策，恐怕就要打一个问号了。王朝初年，上夷双方是联合的盟友，但东夷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总会有些不太愿意与殷商联盟的群体。如今，殷商在其他方向上的军事威胁基本解除，似乎开始准备拿东方这些态度暧昧的朋友们开刀了。但竹书纪年里说，太武时期，东方的九夷还来朝见商王。不管大家心里怎么想，至少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和平与友谊，尽管这种和平与友谊也持续不了多久了。太武在位的这段时间，殷商王朝摆脱了拥挤时期的衰败状态，重新发展了起来。在太武去世之前，王朝正处于鼎盛状态，而继承制度上的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如果继承法靠不住，很有可能就会发生王朝内战。王位继承权之争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能削弱一个君主政体的国家。各种史书对太武在位时间的记载都很一致，为75年。而太武去世之后，并不是每一任商王的领导能力都和太武一样强。况且大家有限的精力还要投入到争夺权力的事情上，于是，在一轮又一轮的内部王位继承危机和外部军事危机的作用之下，殷商王朝又将会一步又一步地走向衰落。